磊和胡歌谁的演技更好？不，一个脸上涂着绿色油漆的老阿姨不是在抖音上追剧，反倒是中年老阿姨在看完吴磊、赵露思主演的《星光灿烂》后追剧了。吴磊和赵露思演绎的青春本真，撩动观众，滋养心灵。我不是在讨论这个故事，我专注于演员的表演。我对《琅琊榜》的讨论还是和肖飞留在里面。为工作和家庭太忙的疏忽老阿姨感到抱歉，我也向我的侄子道歉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。我从没想过一个傻孩子会长大成为一个重要而霸道的将军，他要为全家人的命运负责。很多人认为吴磊是第二个黄哥，相信他的演技和气质都越来越像胡歌了。甚至有人认为老阿姨反复翻阅书籍时是真的迷上了《琅琊榜》。虽然该剧的早期场景以雾水墨画的形式呈现，但它们的美是无法辨认的。一艘平坦的小船在画布上漂流，没有方向或目的。山鹰一定是优质产品。山鹰的制片人是侯洪亮，他的目标是创造完美的艺术。有抱负的导演孔生和他的助理才华横溢，工作精益求精。当时朱玉的过关东和北平不战得分很高，他们先于其他国产剧上映，以增加高分的可能性。结果公众对这部剧的预期是9分。第一章的背景设定为灰色、白色和墨迹，随着每个角色的轮到，随着故事的节奏变得清晰，节奏保持稳定。由于角色的关系在2集中多次解释，小说的基调很容易理解。与美剧和英剧一样，没有延迟演出的感觉。这部电影在视觉上很吸引人，并且没有采用先进的写作风格。古朴典雅的服饰配上精美的道具，给侯大的制作人带来了赞誉。任何在他们的节目上投资的人都是一个好的制作人。演员们充满戏剧性，充满兄弟情谊，真诚到骨子里。附加角色小青和小爱只是为了效果，不属于戏剧。所有演员都有出色的表演技巧和时机。在小说的名义人物霓凰公主中，母女俩都躺在她的身体里。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小树、梦之、凌晨、景王、飞流。这些人都死在了原来的霓凰公主身边。我会执行任何令人厌恶或无法形容的任务来为你服务，包括女主人公本人。这样的情绪会让人流泪。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形成的友谊证明了爱情不只是存在于世界上。曾经被称为梅长苏少帅的闷闷不乐、病态和恐惧的年轻人，现在用长毛衬里的长袍和长毛来掩饰他的悲伤。他害怕冰冷，比寒冷更害怕别人。在弓箭手的角落里，他暗中密谋，同时策划着箭矢和明亮的长矛在他周围飞舞。他暗中密谋，利用阴谋和诡计赢得反对他事业的反对派。无论他为一件事努力了多少年，都没有出路，他不能承受失败。这位贪得无厌、脾气暴躁的年轻执法者，为今天的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。《琅琊榜》是林殊的文字蜕变和胡歌的内心平静。10年前，他发生了一场车祸，这促使他质疑自己对生活的信念。10年后，他潜心修炼，参演了一出大戏。给定时间，他可以成熟和发展。他需要吃苦才能学习。像琅琊榜宗主星寒锦绣这样的人，对一个年长的姑姑比对他更感兴趣。穿越冰雪的世界英雄之旅，以其黑暗的气味而闻名。映在远处，很容易发现河流和外星飞船。而江左岸的美浪，则是与朋友一起追忆琅琊榜湖泊河流的地方。任嘉伦和杨洋要出国了。据悉，2部国产古代木偶剧将在日本播出。日本最近播出了2部国产古装剧，一个节目让我们试一试世界，演员们穿着代表不同国家的服装；另一个节目像我们一样的仇生，演员们穿着代表不同性别的服装。上半年，让我们试试世界作为剧集火爆。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由尹涛执导，杨洋、赵露思主演，青灵月改编。该剧集结了众多知名演员，包括张丰毅、李若彤等实力派演员。杨洋的演技被认为是可靠稳定的。此外，女主角身着古装的表演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欢迎。杨洋的节目我只看过几部，我与他的第一次相遇是在电视剧《A Smile and It Angers》中。
由于我喜欢与游戏相关的情节线的节目，我选择随意观看节目。我不知道他会变得很棒。在出演了《全职高手》和《特殊战争荣耀》之后，我继续研究他的演技。我相信他的工作会随着每一个新项目而改进。我坚信他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者。近几个月来，该剧女主赵露思的人气不断攀升。仅今年1年就播出了2部古代木偶剧。太阳会升起是另一首众所周知的歌曲。另外，您应该尝试 Bright Stars。茱莉亚出演真人正能量剧《胡同》第1集。不少网友称，由于女演员的表演要求很高，她们在胡同中的表演显得很勉强、不自然。粉丝对她们演技的评价是对的，但修智却不同意他们的评价。他认为自己在剧中的演技很差，性格也有几处不足。修智真心觉得自己演古装戏更好看，穿也更好看。电视剧《尝试世界》定于2019年1月播出。在此之前，将作为预播在日本播出。让我们更详细的讨论一下戏剧《仇胜若》，因为这部剧经常被经常看剧的人看，估计观众对这部剧已经很熟悉了。这部老剧是去年最受欢迎的剧集之一，它获得了豆瓣的高分，超过7分。人们一直对网民提出关于古代戏剧表演的要求，人们甚至在舞台剧中喊出了太阳黑子。几乎所有6分以上的剧都制作精良，7分以上为高品质作品。该剧改编自墨宝非宝的同名小说。该片由郭虎执导，任嘉伦、白鹿主演。任嘉伦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。许多人批评他在最近播出的《请国王》一集中使用的台词，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。由于他天生富有表现力的声音，他的台词有问题。我认为他的声音最适合都市爱情故事。在他的小说《乌鸦小姐》和《蜥蜴先生和一个人生》中，周深使用了与他的原始资料相同的台词。事实证明，这些线路非常有效。使用捷达的原声代替配音可能会降低该剧的效果。根据剧集的情况，演员可以使用原声或配音。修智认为让军中录台词会损害该剧的评分。他认为用专业的配音演员代替李沁是最好的选择。就演技而言，我认为白鹿这个角色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90后小花女演员。她和任嘉伦在《仇胜若》剧中相得益彰，他们的互补表演感觉非常完整，周边视觉完全协调。今年她的热情并没有减弱，其实后面还有多部预定播出的剧，《宁安如梦》和《龙跃于禁》都是预定播出的完结项目。近日有消息传出，他将与王鹤棣合作下一部作品，名为《错》。目前，日本 essay 电视剧《求胜若》和世界电视剧《Let's Try the World》都在12月播出。日本在10月的故事后期获得了一个名为《One Life》的章节。一边看高品质的华语剧，一边让我的生活变得精彩。希望小天的小姑娘们不要把家中的男性集美男神带走。期待电视剧的受欢迎程度，我也在自嘲。